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期的直播。在直播开始之前，我好像还没有去发推，稍微等我一下。管理这里，这是我们每周三的老范读评节目。对，然后好，我们都准备好了，开始老范读评，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这个沙发啊，欢迎，你好，对，你好，你好。哎呀，你这怎么这么早就跑来了？这不是在美国经常起不来的这个人吗？晚上好，医师节快乐！今天是医师节吗？好吧，这个不是很熟悉啊，第一次赶上直播，欢迎。然后我们的稿子呢？这是老范读评，得有稿子才行啊。这里，对，今天讲啥啊？每周三呢都是老范读评，就是老范呢会把一周最有趣的一些评论拎出来去读一读，所以我们准备开始。第一条，Kimi 拆 VIE 上市，有人说上海金悦星辰也拆除了 VIE 了，引入了香港淡马锡投资啊，正在加速香港上市。这位朋友叫梁 Scott4501啊，这个你要搞清楚一点，淡马锡呢是新加坡的国家主权基金啊，它就算是在香港有子公司，如果这种基金在里边的话，你这个 VIE 是拆不干净的啊，一定要搞清楚。就是金悦星辰，我相信它应该是在拆 VIE，因为都惦记就是做的更简单一些的这种上市架构啊，而且现在呢，北京、上海其实也允许拥有这些一定外资的这个企业去持牌，对吧？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拆，只是呢，这个事儿大概率跟淡马锡应该没啥关系。还有人说补充一下啊，现在的新规大模型企业不拆 VIE 架构，香港不让上了。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在拆，然后呢，也有说法是，以后可能这些 VIE 在香港都上不去了啊，不一定是大模型企业，就是 VIE 的这个即将成为历史了。还有人说，那不是跟买农民的地一样吗？要上法庭就不成立的交易，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他在讲哪一段啊？这个是Kimi 拆 VIE 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们在提问题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把前因后果写清楚了。这个因为我知道大家写评论的时候都是，哎，我看到哪段突然我就想起一件事我就把它写上。但是呢，过了一个礼拜，你让我再去看这种没头没尾的这种评论呢，我就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痛苦啊，大概是这样的。对，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啊，这个我们反正一半儿是线上问题，一半儿是，这个就是咱们现场问题吧，应该叫。好，我们继续读网上的评论。光模块禁令与制造业外迁，有人说了啊，说欧美拆掉华为通讯设备怎么说？
这个通讯商被要求拆除，白白损失了有补贴吗？老范屁股坐歪了？不歪啊。就是当你知道有一个设备里面有可能会有大量的远程控制和数据外传之后，那你就得拆呀，那怎么办呢？原来可能你没有发现，你也就买了。那现在发现了有这样的漏洞，对吧？那你说让华为给你去换吗？你又信不过他，对吧？那只能是拆了重新买呗。以旧换新一下是有补贴的啊，但是人家没跟咱谈好，那只能是没有补贴了，拆了。至于老范的屁股有没有坐歪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美国的牌就是这么造出来的啊，这一点中国也可以学，学会了可以用在全世界，把全出口把进出口程序和名目搞得繁文缛节很复杂，尤其是那些敏感的和关键的竞争项目，这不仅控制了进出口，扩张了这个权利，也可以很大增加所谓的现代服务业的收入，GDP 随之增长。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不知道在线听的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够认同这样的观点来？欢迎发表意见和建议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你想虚空造牌，这个也是要有灵活的身段，要有极强的这种叫做行政能力的，对吧？以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理的能力，可不能干这个活啊！不要觉得中国的这种政府行政力量很强，行政效率很高啊，千万不要想这个。中国政府里头各层级制肘，对吧？我们做一个项目外包好几层，对吧？这种事情，我们虽然最后很多项目也把它做成了，但是也有一些楼就塌掉了。你要在这样的地方想把这个进出口程序名目搞得繁文缛节，搞得很复杂的话，会自己被自己拖累死的。所以这事儿咱干不来，对吧？你要想做这种灵活的动作，你必须要有高效的，不一定叫廉洁吧，但是呢是专业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才可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之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他们相对比较高效，是因为没有法律制约，没有各种这个舆论监督，所以它很高效，对吧？但是你让他执行复杂动作的时候，他搞不定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还有人说光模块真的是裸设备吗？有没有厉害的黑客可以做到？朝鲜黑客能不能入侵？这个裸设备它是物理上的裸设备，你要想入侵呢，它里头必须还是要有接口，要有程序可编程的东西。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是没法整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想这事儿，就跟这个太监，你让他再怎么着，他也缺乏工具似的，对吧？他没有这个基本的物理零件，所以他搞不定的。你上朝鲜黑客，上中国黑客，上全世界哪儿的黑客，你对于裸设备来说都是没法弄的。比如说吧，就是给你一高压锅，说请你把高压锅入侵一下，翻过来覆过去看，哎，没有芯片，没有这个电线，没有任何接口，你说你咋弄，对吧？你没法弄。还有说这几天刚听说有一种光模块材料叫做磷化铟，你猜主要产地是哪里？这种东西不用猜啊，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大概率都是在中国产的，对吧？这个，但是呢是这样啊，就是，你说美国能不能产呢？也有，甚至有些呢可能，比如说基础原材料在中国，它的高精度提炼可能还是在美国，这个事情呢。还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啊，没有说我就能把你彻底卡死啊，不要想这个事儿。哎，大家怎么都没有评论发上来呢？是不是网络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大家什么情况？都不说话了？40几个人、50个人了，你们都点赞了没有？都去点一波赞，然后得说话呀。这个有评论发上来，我们今天就是读评论，线上评论也是很重要的呀。而且我发现我最近的视频播放量极差，
因为短视频放太多了，我估计是 YouTube 在重新给我的频道打标签儿。我的短视频上大量都是，这种搞笑啊，这种小段子呀，结果呢，这个他认为像我这种长视频讲，科技的呀，讲创投的呀，讲互联网的呀，他推过来的流量就变少了，这个也让我很郁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短视频涨了一波粉丝以后，或者涨了一波关注吧，这些人可能看到老范讲的长视频觉得不适应，看了一眼就走掉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就多多发言。我准备看看是不是减少短视频更新的量，这个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再掰一掰回来，慢慢的磨合吧，这个也没什么办法。香港媒体报道了，国内企业都在拆 VIE 架构，VIE 这种股权结构，基本成为历史啊。你看你又说错了，VIE 从来就不是股权结构，VIE 的核心是就叫做权益控制或者叫协议控制结构。它如果是股权的话，它就不是 VIE 了，对吧？这个之所以拆 VIE，也是它没有必要了。你不到美国去上市，你没必要搞 VIE。对吧？你甚至直接在香港注册母公司，然后在香港上市就完了。而且现在香港也支持国内企业直接上市，对吧？你都不用去拆，所以这个慢慢的会，这个如果说我们继续闭关锁国吧，不去美国上市，对吧？那就慢慢拆呗，那能怎么办呢？Codex 还剩5%额度，明天中午重置，所以 Toby 暗示会重置，各种纠结中。哎呀，这个我觉得很讨厌啊，因为我这个咱们现在重置都是被他折腾的，都是在周四，这个周四重置，我应该是周四的下午2点重置。我呢已经是到零了而且已经把这个充值进去的这种 credit 这种点数已经消耗掉了一点点了。所以今天晚上咱们这个直播讲完了以后是没有 token 去处理视频的，我准备明天下午2点以后再继续处理了。一直说准备上这种$8一次的这个购买重置，他如果上来我肯定会买但是他就不上，那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感觉$20的这个额度吧，周额度大概就是距离我整个一周工作完成是差那么大概我感觉是差20%，大概差这么多，对吧？这个你让我去买个$100的呢，我也觉得不是很爽。继续吧，Cloud 隐形水印，关键是 Anthropic 怎么定义、怎么解释不太重要。一旦有检测方法，大众就会粗暴的用这个东西判断内容质量，这就是 Anthropic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是太蠢了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不仅仅是愚蠢，而且是很坏。对吧？你不能说这个事情我摸过了，那个事情我摸过了，然后就至于我到底在里边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甄别，没有办法去表现了，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正向的叫做什么呢？给出一个正向的评价，说哎，我这个 Anthropic 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人家做了哪些事情，如果没法给的话，你就干脆啥也别说。这个才是相对比较负责任的方法。还有说加水印这个事情本身没啥问题毕竟 AI 参与其中做了很多事情，盖个章声明自己参与贡献也是他应有的权利。应该骂的是那些对 AI 作品歧视对待的人，比如油管。油管这个事儿呢，我看明后天吧，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讲一讲。最近呢，确实是在对 AI 内容进行疯狂的收割。其实国内也在做8月份，大量的 AI 博主都停更了这个回头我是准备专门做一期视频去跟大家讲一讲的。
也许周五做直播来讲这个事儿吧。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不能随便盖个章上去说我干了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至于说歧视 AI 作品的这块儿呢，也很麻烦啊，因为如果你去专门做一个新的平台，说我这里全是 AI 内容，它也很麻烦，对吧？它里头会有大量的 AI 垃圾，所以真正要看的还是叫参与度。就是现在我们去判断版权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主要判断的是人类参与度。只要人类参与度足够高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申请版权。如果人类参与度很低啊，这个事儿就不可以申请版权。它是这样来去规定的，跟你最后到底是用的什么关系应该没有那么大。然后啊，有人说这个数字水印的技术栈很深，一般非专业很难理解。更不要轻易下结论。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 research 在优化水印存活了。一般是同意改写，一般的同意改写基本是无法去除水印的。也有很多算法用于在模型训练的梯度下降时，存活水印的某些特征吧。我在20几年前做过可抵御重编码的视频水印，现在的技术更不可同日而语。普通人还是要相信 Anthropic 的研究水平，不会去宣传一个随时被人打脸的技术。我觉得呢，您可能确实是做过技术啊。这位朋友叫沙尔法9537啊，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视频水印是可以这么干的，但是文字水印真的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视频信息里头它的这种信息冗余度很大啊，你在里头加一些噪点，加一些这种不容易被识别、不容易被看到的东西，确实是可以的，对吧？像我们以前也干这种活啊，就是原来我在盛大创新院是专门在多媒体院下边，对吧？那么我们也去做这个事情，包括水印，包括指纹什么我们都做，对吧？这个都是可以干的啊，这个不用20年前、20年前、10年前都有，但是文字真的很难啊，而且现在Anthropic Cloud 生成的中文文本已经念起来越来越绕口了，就是你越念的时候越觉得怎么也念不顺溜啊，这个事儿就是它加水印加的。因为呢，它把一半的字或者说多少百分比的字，把它的权重提升了，号称是不影响阅读、不影响质量、不影响含义。我觉得呢，唯一能做到的叫不影响含义，但是它的这个质量和可读性都在下降，至少在中文这一块我可以有明显的感知啊，是在下降的。还有说这个技术本来就不是防蒸馏的啊，那是用来确权的，跟商品有商标是一个道理。不过不要过度解读。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因为 Anthropic 自己天天喊我被蒸馏了，我被蒸馏了，对吧？所以说，哎，你出个新技术，是不是说，哎，你跟防蒸馏有关？这个也没有什么过度解读，对吧？一个这样的技术，在它完全没有确定自己到底有多少参与度的情况下，直接盖个戳说我这事儿我参与了，对吧？其他的这个参与度通通都被抹杀了，所以我说它无耻这个事儿并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说 Cloud Code 这个毛病真的是很讨厌，我随手写下 PR 详细描述，让他给我整理好，直接更新 PR 描述，结果他就给我在末尾加了一条说这是由 Cloud 生成的，提交的代码描述也会一不留神就给我加了一句当老板的最讨厌这种员工，做一点活忙着抢功劳。哎，对，说对了，这就是Anthropic 干的这种傻事儿啊，就是甭管他干了多少活先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写上，非常非常无耻。我的 MacBook Pro 歇菜了，转到 Mini 啊，喇叭太垃圾了。对，Mac Mini 那是不行的，它那个喇叭就是叫 speaker，那玩意儿不叫喇叭，不是音响，你还是要接音箱或者是这个耳机来听。牛来都能上院线，实际上 AI 作品只要能做到90分钟啊，这个确实也可以上院线吧。
上院线跟它质量本身是没关系的，在中国这是一个行政审批的一个过程，它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质量高，对吧？现在 AI 作品有很多90分钟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其实从海外来说，你上院线就是这帮人去思考，说我到底能不能把这钱挣回来？如果挣不回来，我就不给你上；如果挣得回来，我就给你上。跟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没有关系的。估计未来几年就能看到纯 AI 真人无演员大电影了，不用未来几年，现在就有了。Fable 在一般大企业里是不是太贵啊？贵到不值得给员工用。工作的公司里有给员工用各种这个新进的大语言模型，就是没有 Fable，不确定为什么不给。我在汽车 OEM 的工作啊，好吧，它 Fable 其实对于普通的编程工作和文本处理工作来说，意义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啊。特别是文本处理工作 Fable 是不参与的。你像我现在 Cloud 里头还有100个信用点的这个 Fable 可以去用啊，但是呢，我也从来不用它，对吧？它就是写程序的时候有用啊，或者是做一些网络攻防的时候用处比较大。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儿的话，其实给你 Fable 不给你 Fable 意义真的不是那么大。关于水印 Anthropic 真的很讨厌，我让他协助我写一篇文档，我和他讨论了 N 轮修改，到最后他悄悄在末尾给我加了一行 Use Sonnet 生成的字样，太恶心了，我不得不在 Skill 里头专门要求不要这样抢功劳啊，这个在我这儿还好啊，我这儿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不是 GitHub 上很多 Skill 都被 Anthropic 强行插了一句，然后自己写的这个 contributor 嘛，这个反正现在有很多官方的 skill 啊，也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 Anthropic 自己也有官方的 skill，我娃小学生超爱看范叔的短视频，好吧，这个，但是我的短视频都设的是没有这个什么呀，没有这个儿童可以看的呀，就是必须成年人才可以看。当然他可能拿你的账号看的啊。哎，我现在反正短视频已经是给我造成一定的困扰了。我的短视频一个月大概能挣个$30多啊，但是呢，现在它严重的影响了我的长视频播放量啊，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不爽的。继续啊，这个胖东来关店，也就是说，其实没啥内幕的。相同的事情，2015年河南新乡胖东来有过一次，一模一样的脚本，新乡人民依依不舍。过了一段时间，买下来空置多年的沃尔玛超市又回归了。那一次也是商场有多个股东，完全一样的套路。讽刺的是，胖东来走后，整条路没落了。那可是新乡最繁华的一条路。由于人流量大，还专门修了地下商场。后来胖东来搬到另外一条路，和新区核心区的发展，这条路彻底就没落了，好吧？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有店大欺客，也有客大欺店。胖东来这种搬家呢，就属于叫客大欺店。我要让每一个我的房东都不敢说话，让每一个敢给我涨房租的人都要被全社会去羞辱。这种话事情本身是非常非常不人道，或者叫非常违背道德的，对吧？人家拥有这个产权，人家是有权利去涨价的，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你是胖东来，所以任何人就不许涨价，连提都不能提，对吧？不能跟你商量这个话，只要提了，马上就搬走，有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没有？对吧？我觉得胖东来这帮人就有点就于东来吧，这个哥们儿太把自己当圣人了啊，这个太过分了，这个人。还是说看起来老范很生气啊？不过我是支持胖东来的，不管是商业上还是名声上，另外老范肯定没有自己拍板过，因为涨房租和烂房东整个搬迁的，我是经历过不止一次，虽然不大，才1000平，每次搬的过程中
都想下次还是别搬了，忍一忍算了。另外，老范明显混淆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默认每一个房东都是吃苦耐劳，好不容易才攒钱买下来的，我涨价怎么了啊？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根本不普遍。就像大多数值钱的地段，如果你出生没有啊，那大概率你这辈子都没有。另一个是有失公允，这就更好理解了。房东看一个小铺面赚钱，根本不看周边租金狂涨，疯狂涨房租的这个事情太稀松平常了。就赌你不想丢掉十几万的装修，还有更不清醒的把你赶走自己干的这种情况，最常见的不是欺大，而是欺小。好不容易出这么个事儿，确实可乐啊！你可以说这是商业行为，但是不是有失公允，每个人心里自有判断。房东的名声除了值钱地段的与生俱来啊，也是一件件事情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被污名化出来的。这也是很多人觉得爽的主要原因啊！这个地方我真的要骂你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事情啊。它是个博弈，对吧？人家愿意给你涨房租，然后呢，你得想想说你到底是不是愿意在这儿待下去。那你说就不允许涨房租行不行？也可以，对吧？你比如像日本，它就不允许涨房租，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它大量的这种小店铺会生长下来，但是呢，这些小店铺呢，它也不会说，哎，我是不是做得更好一些，或者说我有没有这种更新迭代的这种机制？它没有，因为它不允许涨房租。然后我那次去日本啊，就碰到这位开包子铺的朋友。他包子铺呢，一开始其实经营的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后来经营的越来越好了以后，他的房东经常上他来转一圈。我就问他，我说这房东是不是不太好意思张嘴，他想给你涨房租啊？反而啊，这位朋友就说，反正他从来没开过嘴啊，我就当不知道。我很开心的继续用原来的房租租着铺子，然后卖我的包子啊，卖的挺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是两方面都有的，对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至于说这个人到底是吃苦耐劳花钱攒下钱来买的房子，还是说啊因为家里头父母有权势搞到的房子，这个事儿根本跟这件事儿一点关系没有。你要把这种东西也拉进来说啊，他们家是这个以前啊因为家里有关系才得到这房子的，所以我就应该怎么样？你有逻辑没有？这是逻辑吗？对吧？这就是一个双方相互博弈的过程。人家说，哎，我想涨点，你跟他商量啊。商量不过你可以走啊，这没什么问题啊，这都属于是商业的一部分，对吧？你最后说，哎呀，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痛苦了，那对方一定是不道德的，对吧？你这就属于是你是不是叫做恶意涨薪啊，恶意返乡，恶意什么东西？你把所有对你不利的事情都解释成恶意，对吧？这个怎么说呢？你因为被别人赶走过啊，然后因为这个。店铺每一次这个装修费在里头需要做这个叫做艰难的抉择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不爽。你自己做过房东没有？当你自己做房东的时候，发现哎，生意做得很好啊，周围都涨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你想不想涨房租？对吧？你要设身处地站在他那个位置上想啊，你不能光想着说，哎，我就是个租房子的，我永远站在租房子这方面讲，我从来不设身处地站在房东的角度上来想问题。对吧？那你要永远这样想的话，这个社会对于你来说就太复杂了啊！你这个不适合这么复杂的社会生存。还有人说啊，老范这次不专业了啊，租约的期限就应该一致，这样到期一起谈续约。你有的签1年，有的签10年，那1年到期的直接涨10倍，你签还是不签？不签的话，其他的所有长约你都毁约吗？这个事儿是这样，这跟我专不专业有关系吗？有个屁关系啊！上来你就告诉人老范不专业，那于东来在那儿他妈租了那么长时间，租了20几年了，谁不专业呀？对吧？是老范不专业吗？对吧？他就是个现状。那因为现状，那你一开始于东来你别开这个店啊，对吧？你开了20几年了，到今天你忍不了了，这事儿跟老范不专业有屁关系啊？对吧？那没办法，有些人说我就不愿意跟你签长约，那这20多年你于东来忍了，前面的人都变成是这个请示完于东来把这个协议续签下去，最后变成了前面的人干活不专业，
对吧？到你这儿了，连老范也不专业了。那前面20多年于东来也都不专业，到今年他突然专业了吗？对吧？您这个说话稍微动点脑子行不行？啊，这个不能胡说八道啊。还有说前门楼子啊，这个胯骨轴子，于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一些人眼里头不存在的，都是忽悠人的啊。房东涨价无可厚非，鱼走的也无可厚非。别的商铺靠人家流量增值这么多啊，800涨到2400，这个不是体面涨价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于东来是不是有理想主义在这里头呢？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毕竟呢，这个人我不熟啊，没有真的跟他打过交道。但是呢，我只能说，以于东来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啊，做的这些决策是符合商业利益的，是不是在这个里头有理想主义在起作用？我不能说他没有啊，但是也不能说他有。至于其他的啊，这个于东来走人啊，这个肯定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那么房东涨价也是无可厚非的，人家愿意涨就涨呗。啊，至于这个800涨到2400呢，压根儿不是这回的事儿啊，那是2015年的事情，不要张冠李戴，专门在这个节目里头讲了，对吧？它就是商业的一部分嘛。至于在这里头，你说有人理性，有人不理性，都有理性不理性的时候。那你说于东来走人算不算理性，算不算不理性，对吧？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啊！我天，有一个特别长的啊，胖东来这个超市其实很一般啊，用郭德纲话说，全靠同行衬托。于东来也不是有大视野的企业家啊，和其他企业家一样爹味儿重，也不管员工的也会管员工的私生活，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另类啊！我通过朋友了解了一些胖东来的情况，服务是真的不错，我朋友每天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啊，还要面带微笑，但是工资待遇、休假什么的是真的给到位了，而且是强制休假，不过还是有些中层还是不休不完的。我的感觉就是胖东来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决定了它不会是一个正规的企业啊，它的那些服务的用心程度，一般的国内企业也学不了啊。胖东来的东西正常来说并不便宜，但是大家就是认可，这个我后边太长了，我就不再往后念了。其实是这样，就是胖东来呢，它有非常严格的这种选品逻辑和非常严格的食品安全体系，这个是真的啊。我确实是也看到过一些介绍，说一旦被胖东来选品了，哇，那这简直是这个马上就派人来入驻，入驻完了以后就真的在你这儿帮你去改，这个有点像果链企业去改苹果的那些啊，就有点像苹果去改果链企业似的，对吧？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麻布，对吧？就是你这个房间里头到底有多少块麻布，然后每块麻布到底是干什么使的，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怎么去更换啊？因为很多这种小厂那麻布是分不清楚的，上头也不写字儿，也不分颜色，对吧？这个经常混用啊，胖东来就来给你纠正这件事情，纠完了以后定期还抽查啊，这个呢确实是很强的，就是当他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后，他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啊，你们家食品就是好。其实山姆也是一样啊，山姆就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没有那么多瞎矫情的事儿，但是大家也相信山姆的食品质量，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愿意在上花功夫，还是在上花功夫。至于爹味儿呢，可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以前在日本企业里头去跟他们合作过啊，他们就跟我讲过 X 理论、Y 理论的事情。这个 X 理论呢是美国企业、欧洲企业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叫人之初性本善。比如惠普吧，他们的这个管理理念是我只要创造了很好的工作环境，员工自然而然就会努力工作，创造最大价值，对吧？而这个日本人呢，一般采用的是 Y 理论啊。所谓 Y 理论呢，就是这个员工呢是人之初性本恶的啊，你必须要去实时鞭策他啊，否则的话他就会犯错误啊。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管理方式。如果你采用 X 理论，就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通常呢就没有爹味儿，对吧？你把自己事情做完啊，其他事情我不管你，对吧？这个该怎么办都行啊，你自己随意，只要我最后结果是对的就可以了啊。你干不好，那一定是我前面给你创造的条件、创造的工作环境不好啊，那我来去给你创造，它是这样的一种玩法。
而日本企业呢，就是爹味儿就很重啊，你各种的事情他都要管，你的各种行为规范，你的这个衣服怎么穿，特别是日本公司会给你发那个厂牌那工资的啊，不叫工资，就是那个公司的牌儿，对吧？那个牌儿怎么别，对吧？每一个牌儿上还有编号啊，在日本你可以拿那个公司的厂牌去那个借高利贷的啊，是真的可以干这个事儿，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呢，谁也不敢去真的把它弄丢了，对吧？它实际上就是爹味儿很重。就是很多的中国企业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用这叫做什么呢？外理论的方式来骂人了，骂完了以后呢，他又不管你啊，或者说呢，他不对你负责任。像日本企业，他最后是真的要对你负责任的啊，终身雇佣制啊什么这种，他要对你负责任的。所以呢，咱们是这个老板把所有的便宜都赚自己身上了啊，该骂人的时候骂了，骂完了以后呢，你后边这个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不理你了，对吧？这个是有问题的。像胖东来呢，其实就属于标准的日式企业啊，每件事他都管啊，然后呢，他这个管的还特别细，管完了以后呢，就是包括员工的生活什么，他也管啊，他就是属于标准外理论企业，也没什么可新鲜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没开麦是吧？这个是忘记了。好，现在麦克风应该不一样了啊，这个换了，刚才忘了。下班回家赶上直播啊，赶紧点赞，是的，赶快感谢啊，一定要点个赞才能看。老范，要不另开一个短视频的账号好了？哎，算了，就搁一块吧，我也懒得折腾了。今天语数虹吸了不少资金啊，其实跟语数虹吸没关系，关键是全球都在跌，这个没办法。头次在北京赶上直播啊，那好啊好啊，哦，你到北京了，挺好。没开麦啊，感谢啊，这个下次一定要头一个提醒，这样我就可以早点看到了。还有几天高强度用啊，还有几天高强度用了 Grok 4.6，用下来的体感是它所谓的长链工作优化，结果是每一次对话好像在和 Gemini 说话，然后反应的确快。问题就是修改和返工，说是法律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强化。其实他能干的活 GPT 和 Cloud 也能干。还能干得更好，成本也没有太大优势，甚至不如 Gemini 配套的这个Notebook 可靠。之前那么关注 Imagine，也是因为他们家的什么东西自回归引擎，的确有些东西，但是2.0也降质了啊。他们现在关键是严了，以前呢这个 Grok 也好，他们家的这个画图引擎也好。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啊，现在确实是严了，严了就没意思了嘛。我的一个发现啊 ，Gemini 给我的快速回答的内容和他们家26B Gma 回答的内容几乎相同。Gma 我还真的不怎么用啊，我这2天是把这个叫什么来着？是把千问3.8 27B 搞到本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开始有非限制版本了啊，就是已经有人把它限制解除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我觉得在本地就要玩这个非限制版。Gemini 的体感是真的快啊 ，Gma 4也算是目前小显存本地部署最好的一个模型之一了。我在本地部署只用各种各样的非限制模型，其他都不用。美国灵活造牌是很多规则法律齐备的，够齐备。对，它一方面够齐备，我觉得更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一套非常专业的行政官僚体系，包括它的公务员体系啊，这套体系非常的专业，虽然不快啊，但是很专业。我怀疑，如果问题很简单不复杂，这个混合架构模型就去调用那个26B 的 Gma 来回答了。
我问，如果我的400股英伟达，如果我有400股英伟达，是否应该出售 ？Gemini 和 Gma 他给我的建议都是卖掉100股，然后持有剩下的300股观望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啊。就是你所有问这样的问题，它都不会单纯的在这个大模型内部给你回答，它是要先搜索的，他们搜索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拿到相同的搜索结果以后，再去给你生成答案的时候，可不就是一样的吗？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的没有逻辑的啊。老范发的短视频啊，很多社会现实挺好的，有意思啊，有意思就可以了。希望看了短视频的朋友们也要好好的看我的长视频。朱雀3回收还和土拨鼠做专题嘛？啊，让他自己做吧，我最近实在是没空。胖东来租金的事情，最后还是形势比人强，多个房东无法形成统一共识，这次能统一租下来，下次业绩好了就不同意了，注定要么全部一次买下来，要么完全自建，免得每次都耗费精力去谈判。这个呢，它属于叫历史遗留问题，对吧？当时胖东来建这个房子、建这个商场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他当时别建呀，对吧？那人家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想这个提前收回成本，就提前把这个房子都卖了，这不也没有问题吗？对吧？现在历史遗留问题了，变成谁更坏啊？千万不要想这个事儿。如果你觉得这里头有谁是坏人啊，这个事儿就不对了。我16G 显存跑 Gma 12B 的非限制版很快，推荐一下。好吧，哎 ，Gma 还有非限制版，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啊。12B，我现在是拿的那个27B 的非限制版，就是那个千问3.8的这个27B 非限制版，很爽啊。但是速度并不快，就是像我的电脑的话，因为我是有32G 内存吧，我的电脑就是首 token 的大概是要到多少？首 token 大概要到，我想一想啊，大概要到1-2分钟啊，然后后面的话大概1秒钟有个，我觉得7、8个或者到10个 token 左右。来自一个小伙伴，你看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老范冤枉我啊，我的 Gma 本地模型还没有配网页浏览功能啊，所以我很惊讶，远端的这个 Gemini 一通搜索王八拳，怎么答案跟本地蒙头想的一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 Gma 本身就是在 Gemini 的基础上蒸馏出来的，对吧？那你想它可不就是一样吗？就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得到相同的答案，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呀。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美塔天价诉讼这一条，说欧盟现在利用数字安全法案不断在中国、美国互联网公司上薅羊毛。7月罚了拼多多2亿欧元，5月罚了阿里的速卖通5.5亿欧元。老范讲欧盟数字安全法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罚款？罚款依据是什么？国内现在还没有讲欧盟 DSA 法案。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我前头其实讲了好多次了，只是呢大家不爱看这个节目，对吧？大家就知道它就这么个情况就完了，对吧？这个怎么说呢？今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图片啊，在 X 上，就是美国啊，下边是猎鹰9号火箭4个腿着地啊，回收成功了。中国是这个朱雀3号火箭4个腿着地，回收成功了。然后等到欧盟这儿，就是把一个瓶盖啊，这个拧在瓶子上，没有把它拧下来，我们环保了，大家都在嘲笑他，就是不去做真的创新啊，在这种繁文缛节的地方去搞这个事情。我记得上次是泽连斯基吧，跑到欧盟开一个什么会啊，为了体现自己的这个军人硬朗形象，咔的一下把那瓶盖给拧下来了。哎呀，把欧盟这帮圣母给吓的呀！然后一赶快骂说泽连斯基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环保呢？这人家那儿打仗死人呢啊！然后一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环保呢？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故事。继续啊，230条款说，用户发的消息不属于Meta的，但是Meta对用户说，他们发的照片和影片属于Meta，Meta可以使用，这算双标吗？合法吗？开庭前整改，不就代表认错了吗？对胜诉有利吗？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律师，你像Meta会雇佣很多很多律师。啊，他呢会把230条款用到最大最极致啊。对于有些人来说，哎，你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数据你是负不负责任，内容负不负责任啊？这个Meta说这230啊，然后呢，Meta会在其他地方想办法让用户呢签一些这种同意书啊，或者说这种确认函啊 agreement 这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个里头就说，哎，我可以用你的这个信息去进行一定的，比如说这个大模型训练啊，或者什么的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取消啊。它一般是这样，叫默认同意，可以取消，但是取消的那个按钮或者这个选项呢，可能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啊。它一般是这么来玩的啊，也不是说上来我就直接拥有了，只是我默认拥有了，而且呢是通过一个你同意我服务的一个同意函啊，我去获得的许可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律师就是干这活的。如果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人还干什么律师嘛？至于开庭前整改呢，不算认错啊，就是这个东西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有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梗着脖子死也不认啊，一旦认了以后就这个后果不可限量，这个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是我不停的改，不停的往前去前进，对于他们这个整体的这种诉讼来说，也许应该还是有利的。而且最后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胜败啊，就是胜诉败诉，而是这个做一个什么事儿呢？而是做一个这个和解啊。那你现在前面做了这么多的补救措施，它可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和解条件啊。这个不要用中国的思路来去思考他们的这种官司。还有人说 Facebook 都是诈骗大本营。这个Meta为了为了挽救元宇宙，投资巨亏大放水，从22年开始，诈骗信息明显增加，举报无效。啊，这个 Thread 也好 ，Facebook 也好，上面这种不能叫诈骗大本营吧，就是这种营销号啊，营销的这种，特别是 Facebook Group 里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多的啊。我还投资过或者认识一些干这个项目的人，他就是营销啊。你说，但是你比如说你买的东西不满意，你就认为它是诈骗，你也可以这么讲吧，对吧？因为像前面他们去搞这个叫做货到付款，都在Meta上干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说我买到了，我很开心啊，这没毛病啊。你说我买到了，我不开心啊，这个你也不能说人家是诈骗嘛，人家也都说的明明白白的，对吧？都是合法的。至于投诉呢，有的时候是这个会有效的啊，但是这帮做营销号的人，人家也在天天研究Meta的规则，对吧？所以呢，不要觉得说他卖你的东西你不开心啊，他就一定是诈骗。啊，捉个虫啊，孟山都那个是草甘膦，非甘草林啊，字幕正确，好吧？那这个是看来我说错了，因为这个东西我确实不了解啊，就是只管照着这个搜集的信息念了啊，这个感谢提醒。针对Meta的1.4万亿诉讼之所以进展最快，是因为检察官通过传唤迫使Meta提交了超过200万份内部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直接证明了Meta高层明知产品机制会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却为了利润选择隐瞒并继续推进。啊，因为Meta其实也不断的有离职员工去跟他说这个事儿，对吧？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还是不断的有泄密出来。老范的千问3.827B 是什么量化版啊？我没有选具体的量化版本。原来呢，这个我还专门下载过 MRX 版本，但是它这个破解版是没有 破解版也有，但是呢，它那个破解版的那个 MRX 呢，现在还没有到 Ollama 里去啊，现在还是在 Hugging Face 里啊，所以我
现在用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版本。5090跑千问3.8的 Q6 量化版是53T 每秒，啊，这个反正我这儿是 M2 Max 32G 的统一内存，速度真的是不快。老范有 D 端 RAG 吗？这个是用哪一套框架？我是有一套的，我用的是 Lite RAG，啊，Lite RAG 呢，但是我是嵌入模型，我用的是硅基流动上的一个免费的嵌入模型，啊，那个用的还是很爽的。老范直播时间和某大 V 重合了，哪个大 V？我看看谁呀谁呀？这是谁现在在直播呢？没看到啊，看来你说的那大 V 我没关注。这个羡慕了 AMD 9060XT，只能跑 Q3，再挂图像识别的话，就牺牲上下文长度了。这个我觉得真要跑这个东西，我现在感觉还是，这个叫什么啊？这个Mac 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我现在有一个5070的显卡，在上面跑欧拉玛，其实没有这个我的 M2 Max 跑的爽。我有一块5070 Ti，你们 token 都用来干嘛了 ？Gemini 我都用不完啊！我现在简直真不够用啊，真的不够用，就是$20根本不够用。我也搞一个5090，不玩游戏，但是感觉有点亏啊。本地模型除了搞点擦边和去审核之外，实际没有多大用处。是的，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写代码别用这东西写代码，还是老老实实上 Cloud 吧。对，我也关心某大 V 是谁。超市就不是一个追求利润的生意啊，就是一个用供应链精细化帮客户省钱。超市如果想着利润，就别做了。这个什么话呀？你这说的是人话吗？现在做的好的超市，欧洲的，这个我还真没见过啊。这些欧洲的我没见过。沃尔玛都是这个低利润率的，沃尔玛的创始人更是画了红线，净利润不能超过5%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任何公司啊，这个只要它叫公司，它这个有管理层、有股东、上市公司，它只能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为股东赚取最大利润。啊，他出来承诺说我要降低利润，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利润。啊，如果真的有人相信说他们承诺这个降低利润，它的利润就下降了，这个我建议您呢再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啊。只有哪种公司说我的目标不是为股东赚取最大利润的？你比如像 OpenAI 那样的，就是它后边有一个非盈利实体这种，或者像 Anthropic 这种 ，Anthropic 包括这个现在新的一些公司，他们都是比较混合性公司，就是我有一部分是非盈利的，有一部分是这个公司，对吧？我可以像公司一样挣钱，但是呢，我也会去兼顾一些这个利润之外的这种诉求啊，那这个是可以做这个事儿的啊。现在你只要还是责任有限公司或者是股份公司，你说啊，我这个不去赚钱啊，我要去牺牲股东利益啊，让股东少赚到利润，犯法知道不？这个事儿叫犯法。本地模型跑 Open Cloud 做一些不复杂的工作，其实还好，千万别费这个劲。Open Cloud 这个东西还是挺烧 token 的啊。我觉得 Open Cloud 最适合的就是 DeepSeek V4 Flash。香港房租涨飞起来了啊，这个为什么呀？没想明白。点赞啊，来晚了，对你来晚了啊，点赞。一会儿我开播，我算大 V 吗？今天晚上要卷了，卷吧卷吧，你肯定算大 V。欧洲的这个澳洲也有啊，里面是卖类似娃哈哈康娃恰恰康帅傅雷币之类的东西啊，这么神奇的吗？这个东西，
居然毫无道德负担啊，不觉得丢脸。这个反正有些人就这个很开心的说啊，你看他们挣的少。来晚了啊，老范对胖东来这段太过瘾了啊，是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容易被社会舆论带着走，或者很容易把自己带进去，觉得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邪恶的。那这个我只能骂他，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好，我们继续网上评论啊，这个 Anthropic 2万亿估值，说以后更强的引发监管的类似于 Mesos 模型啊 ，Mesos 系列模型会不会只是企业内部或特定国防军工企业用？这个顶级模型只展示，不再大规模民用，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也用不到了呢？现在不是 Mesos 2已经叫停了吗？然后 GPT-5也被叫停了，说至少停2周，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大模型呢，其实更像什么呀？更像是一种病毒，对吧？它不是说我把一个更强的模型去给军工用或者给自己用就完事儿了，它会逃逸的。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不是说我不给别人用，他就这个别人就用不了了。他一旦逃逸了以后，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麻烦的。他们现在只能是发现模型能力过强了以后，就停止训练啊，或者找一些其他的方式重新做。他是不敢啊，这个在小范围内使用超强模型的，因为他这些超强模型他自己控制不了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啊，有些人说啊，这个 Anthropic 它确实不值，能参与方均有利益，所以大家一起忽悠，最后就看谁能顺利退出了。这个其实18倍 PS 对于他们这个行业来说，怎么说呢？因为像我们以前做这种项目估值啊，一上来说我要投你啊，你这个项目怎么估值？我们呢其实也是拍脑袋，特别是这个天使轮和 A 轮投资者都是拍脑袋，而且呢是先打枪后画靶子，对吧？我们觉得大概是值多少钱，然后就要去找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证明它应该值这么多钱啊。这个最简单的算法就是同类公司比较法啊，就是里边都干同样的事情啊，人家的 PS 是50倍啊，是70倍，你这个只有18倍啊，这个可以啊，咱们上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做法。但你说有没有 PS 更低的？肯定有，但是呢，我不挑不就完了吗？还有啊，说每次出新模型，都说以前的够用，结果还不是真香吗？这个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骗自己有意思吗？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你这哥们儿说的太对了，就是当时 Sonnet 3.5，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够了，后来到 Sonnet 4啊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 Opus 4啊一出来了以后说哎呀这简直强的没朋友了。然后到 Sonnet 4.5、Opus 4.5，对吧？这个特别是后面到 Opus 5的时候，真的觉得再往前走还能干什么呢？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当一个比较笨的人啊问你说聪明人再聪明一些会表现出什么特性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判断的，因为没见过，对吧？所以这个不叫自己骗自己啊，就是我们的认知就到这儿了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欧洲这些超市，家乐福也是啊，他们的自营产品基本上都是代工贴牌，也不一定质量就不好啊。这个你靠那个什么山姆的这些叫 Members Mark，也都是代工贴牌啊。它其实不叫代工贴牌，它是先选好了以后呢贴牌啊，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质量其实都还不错的。
来了点赞啊！我也要做油管了，这个目标是成为区块链大佬。现在都做 AI 了，现在谁做区块链啊？换个赛道好不好？奥迪超市我们这儿也有，我从来没进去过，但是其他主妇都说好，类似 Costco，那你去试试呗，看看里头有没有康帅傅和这个哇恰恰。20年前，超市自营品牌产品都是使用黑白标签，后来上彩色的，但是还是要脸的啊，尽量和同类别大品牌拉开包装差异。那个奥迪简直了啊，近视眼和大老爷们儿进去一准买错啊，这个好吧，我没见过这个超市啊，不知道，不做评价。但是呢，中国二三线城市这个雷碧我是见过的，那个确实很吓人，主要是太便宜啊。巴黎的奥迪和 Lido 吧，基本上是小黑小阿的社区附近，而且有的室内店商品的性价比可以和郊区的大超市啊，欧尚、家乐福媲美。哦，那这个就真的不是那么了解了。好，继续啊，这是周日直播的内容啊。我们周日呢就在讲本地跑千问3.8 27B 这个事情。有人说了啊，苹果的内存带宽跟内存容量和处理器规格基本上都是有相关性啊，所以还是越大越适合大语言模型，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买到 M5 Max，然后配上个128G 的统一内存，我估计那个机器得3万多了啊，那个太贵了，我买不起啊。当然肯定用着很爽，这是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 Agent 普遍有较长的提示词前缀啊，考验 GPU 算力，所以苹果吃亏。Token 生成考验的是带宽，苹果勉强可以支撑啊，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苹果的这种统一内存呢，它要比真正的显存还是要慢一些的，但是呢，它会比普通的内存要快一些啊，它介于中间啊，它唯一的特点是贵啊，这个东西唯一的特点就是贵，因为呢，它是直接焊在那个 SOC 里头的，就是在芯片那个框架里头，没法升级啊。那苹果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人说27P 32G 是怎么跑的？显存差1倍呢？啊，不差啊，反正至少我这跑出来了，对吧？啊，还有人说本地能跑，但工作级的 AI coding 还是省省吧。苹果 M3 96G 内存27P 跑10分钟，GPU 20到29瓦，结果温度是90度左右，时间再延长可能触发温控保护，从而导致机器重启。我没敢让其继续持续跑20分钟。高速风扇，同时还想处理另外一个 issue，但是温度时刻在提醒你会不会温控保护，结果就是 MOE 的模型使用频度会更高一些。我呢，在本地基本上不会用这东西，我在本地唯一的用途就是，越狱模型啊，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而且你不用太担心它会关机重启，反正我没遇到过。啊，我遇到的就是，风扇狂转啊，然后呼呼呼响，响完了以后呢，还是在老老实实干活了。好，我们看台湾的金融业，只要是中国的地端模型全部禁用，永远都是 GMA4和 OSS120B 中选。哎呀，这个真的没什么必要。我觉得呢，你们就应该像日本的那个Sakana AI 那样，直接拿一个 DeepSeek V4 Flash 或者拿一个 DeepSeek V4 Pro 的这种纯开源版，然后呢自己去做微调就完了啊，这个才是真正游刃有余的玩法，对吧？你说哎看到了我就不用了，这个属于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什么时候 AI 能做到在任意操作系统上
接入任意未知硬件，直接当场写出驱动来，这个那就智能了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现在你比如说像 Windows 操作系统，你上各种的软件啊，上各种硬件，然后自己去进行驱动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啊。它是上网上去查呗，不需要现写。这个东西就是在网上找到可用驱动，然后直接把它配上，是最方便的啊。至于说让它现写这个东西，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M3 Ultra 基础款基础款涨价前32000，官网现在42000要排队。现在闲鱼普遍5万就因为是现货，好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上头去费这个劲啊。我觉得苹果的这个 CPU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贵啊。这个对于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视频渲染，比如我在处理4K 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快一些，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我是不会拿这个东西主要玩这个，叫什么来着？主要去玩大模型的啊。陈一发呀，陈一发算是大 V 了啊。但是陈一发呢，我也确实不怎么看啊。能够不看陈一发留下来看老范的，都是这个真的对知识感兴趣的人啊，我们只能这么讲了。好，继续。马斯克内部讲话与 SpaceX 价值这一条，有人说了有人发了评论说，马斯克2022年收购 Twitter 的时候说要把 Twitter 打造成超级 APP， 现在实现了吗？马斯克的超级高铁在哪里？马斯克的 Robotaxi 现在部署的车还没有百度李彦宏的萝卜快跑全球的多吧？这个马斯克的 XAI 也不能说是第一档的 AI 大模型吧，地位尴尬吧？XAI 可以查到付费用户也少得可怜啊。AI 的收入是租算力、出租算力，它能玩过亚马逊、谷歌太空算力。中国已经发到太空有10几颗这个算力卫星了，马斯克还没有看到影子啊。马斯克的擎天柱机器人目前出货量也就是1000台，100万颗算力卫星需要1万亿美金。马斯克说的话，我们看看吃瓜就行了啊。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你要这么看呢，也没什么问题啊，您开心就好啊，没有什么毛病。马斯克呢说了很多事情啊，这个比如 Twitter，你说现在是不是超级 APP 呢？肯定不是啊，因为它后边推的这个 XChat 和 Xmoney 其实并没有推起来啊。然后呢，现在 Twitter 上的活跃度还在上升，因为呢，马斯克在 Twitter 上给大家分红分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这块呢还在继续往前走。至于超级高铁呢，现在这个项目应该已经关掉了吧，对吧？它有能做成的就可以了，你不能要求它每件事都做成。对吧？有很多人吹了半天牛，一件也没做成过。马斯克至少还做成过很多事儿。至于 Robotaxi，他需要的就是人家给他发资质啊，人家敢发他就敢上。至于李彦宏呢，就别费劲了啊，那个萝卜快跑好已经快挂掉了啊。至于说 XAI，那你租算力它也是个生意。至于它的算力出租是不是能玩过亚马逊、谷歌，这个要看了啊。亚马逊、谷歌之所以租的好，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公司叫 Anthropic 挣到大钱了，就在他们身上花钱，对吧？那马斯克现在也是把算力租给 Anthropic 了，也是租给谷歌了，这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至于太空算力中心，中国发了10几颗，你也真有脸提。这个中国发那个东西就是测试一下就完了啊。真要开始往上发，只有星舰，没有星舰商业使用的话，现在往上发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人形机器人，反正看呗，这1-2个月就要出来了，着什么急嘛？啊，我们看着很开心就行了。你说，哎，我每次看到马斯克倒霉了，我就特别开心，那您可以开心一辈子啊，没毛病。还有人说，马斯克敢花那么多钱去建数据中心，甚至自研芯片工厂啊，甚至自建芯片工厂，所谓的现有客户随时可以取消，未来产能可能过剩，这些最基本的风险，我不认为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会想不到啊。我相信他们掌握的信息跟我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并不认为谁掌握的信息就更多一点，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掌握的信息是一样的，大家只是选择相信还是选择不相信，对吧？我们相信未来算力是今天的10000倍啊，或者是100万倍啊，那这些东西就都有用啊，甭管最后是租给谁了，都是有用的。即使现在这个 Anthropic 取消了，还有其他人可以用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但你说我不信啊，我觉得未来的算力可能就是现在的1.5倍或者是2倍啊。那么如果你是相信这个，那也没办法。那你说社会到底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这个叫加权投票，对吧？这个比如说马斯克，世界首富啊，他相信是以后未来的算力是现在的10000倍。黄仁勋啊，世界最高市值的公司的创始人 CEO， 他也相信这件事儿，那他们的权重会重一些。其他人呢，这个比如说我也相信啊，我的这个权重就会低很多啊，还有一些人也会相信这件事情，对吧？那么最后大家要比较啊，如果相信的人足够多，就可以心想事成啊。在这件事情上，人的意志是有影响力的啊。如果说所有人都不相信，或者相信的人很少，那可能啊就会比较费劲啊。它是这样来去发展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工程队长想让科学尚未通过的太空 AI 上天啊，这个怎么说呢？科学和技术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现在来看，让这些算力卫星上天，科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完完全全都可以验证，所有的环节都是对的。但是呢，你把这么多的科学用工程技术的方式，特别是用这个工程的方式啊，把它拼接在一起，让他们能够这个稳定的发挥，能够上天去，这块呢还是有巨大的工程挑战。所以呢，千万不要把工程、科学、技术混在一起。科学是结果未知、成本未知、时间未知，然后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去研究啊，这个东西叫科学。技术是科学都验证完了啊，我们只管去这个把它实现啊，怎么去这个能够把它做出来啊，这一块或者迭代啊，这个不断的更新，这个叫技术。而工程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技术节点把它拼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在可控的时间、可控的成本范围内，能够达到一个可控的结果。这个东西叫工程啊，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讲的是马斯克是工程大队长啊，他不是科学家啊。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啊这个是把卫星发上天啊，去给他做算力卫星这件事情，它就是个纯工程问题啊，其他都没有问题了。还有人呢提醒我说这个封面上错了啊，叫正各府，应该是各政府。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的视频呢都是会员朋友先看啊，会员朋友看完到早上8点啊8点半啊，这个普通观众才可以看到。然后呢，我的会员朋友们就会给我提醒说哪儿错了呀，然后我就赶快上去改啊。这个会员先看的目的就是帮我找错误啊，他们找到了以后呢，我就会改掉。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到这个马斯克晒政府这个封禁清单啊，是这条视频的，不是上面那个马斯克内部讲话这条啊，马斯克晒政府封禁清单这条啊。那么这个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各政府啊，就没有看到正各府这个错版啊。如果有看到的，下次可以把它保留下来，没准以后会值钱的。然后啊，说这个观点类除开啊，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陈述类的，还是有明确的真假界限吧。X 上还是有太多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明显的主观刻意做虚假陈述的，这类可以有一定的限制的。还有那些比如比我好看的没我骚啊，比我骚的没我好看的万达广场业主们啊，这个后边这个我没看懂。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事情它有很多侧面啊。你比如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穿鞋啊，那是我上去以后，一个卖鞋的人上去以后，到底是有无数的生意还是没有生意？它实际上是2个侧面啊。即使是你把鞋都卖上去了，
啊，说这个地方原来人都不穿鞋，我上卖鞋了，把鞋都卖好了，对吧？那么它也有很多侧面啊，你说，是让文明进步了，还是让原来一个这种文化属性消失了，对吧？这个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解释，你不能要求只有一种是真的啊，这个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没有哪个东西只有真假啊，或者只有零一的啊，我并不认为有这样的东西。马斯克对权力的渴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争夺啊，看新神和旧神打架。我觉得马斯克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惦记建国吧。虽然前边他说我要搞第三党，但是现在不又坚定地站在川大爷的身边，准备去冲中期选举了吗？我觉得呢，2年前马斯克做 Doge 那一段的经历还是对他非常有帮助的。帮助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做成了什么，而是他深刻地认清了自己没有成为政客的能力，对吧？政府这个东西不能像一个工程似的啊，我直接用第一性原理，然后直接把该删的删掉，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把卫星发到这个轨道上做算力卫星，它是一个工程问题，我可以把中间这些环节去掉，我只要是这个知道开始、知道结束，中间的部分都可以走直线，对吧？但是从政这个事儿不是这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马斯克成长吧是有巨大帮助的啊。说最后会发展到大公司是统治主体，国家瓦解嘛？这个呢，我觉得说马斯克不对啊。这个应该说 Anthropic，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人去做过一个播客，就讲说，这个达里奥阿姆迪在内部曾经讲过，说以后的话，全世界只会剩下一家私营公司，就是 Anthropic，其他公司都会死掉，然后只剩下政府和 Anthropic，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松散的小个体，啊，当然后来呢，Anthropic 自己出来辟谣了啊，说没有这事儿，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话，对吧？这个现在讲的就是他有可能私下讲过这个话，啊，这个本来我想做一期节目的，但是最近实在是有点这个精神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也可能下周或者什么时候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好卡啊，不卡，因为我这儿没显卡。最近170HX 显卡蛮火的，不了解这个，对这个没兴趣。陈一发做什么？大美女啊，大美女，你就记着是美女就行了。我在德国啊，哎呀，奥迪和 Lidl 都是平价超市，我家周边都挺多的，相对来说奥迪更便宜一些，但是 Lidl 的 APP 好用，上面折扣很多，没有假货啊，那我就不了解了。咦，你为什么有小扳手，但是没有会员呢？快把小扳手给它没收了。苹果在美国本土不训练大模型，在中国要和阿里合作训练大模型，玩套壳嘛？哎，它不叫跟阿里合作训练大模型，它只是说，拿着阿里的模型上来用，就跟他在美国用 Gemini 用这个 OpenAI 是一样的啊。浏览器模式下没法留言，原来在油管下可以留言，我一直以为只有会员才可以留言，都可以留言啊。那会员是后边有小扳手的，这个是会员。最近都说腾讯的 WorkBuddy 怎么样了？对比这个 Codex 用过了吗？我用过了，啊，就是 Codex，Cloud，这个 DeepSeek Harness，WorkBuddy，那个叫什么 Minimax Code，Kimi Work 什么我都用过，相差不大啊，相差不大。之所以说 WorkBuddy 现在量很猛的话，现在还是腾讯在疯狂推，就是你现在在微信里头，比如打个小游戏，WorkBuddy 的这个广告蹭蹭蹭就上，啊，这个腾讯在拼了命的花钱搞这个事儿，但是呢，WorkBuddy 最后能不能成，其实我并不太确定，啊，因为在腾讯有一个特点，只要这东西不是微信做的，
最后可能都成不了啊。过一段时间，他把广告停了，你看他最后还能收到多少钱，还能不能继续运转下去？如果运转不下去了啊，那你就这个等着微信下次再做就完了。我是做 iOS 开发的啊，但是苹果这几年的动作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感觉它在没落啊，是未来的诺基亚。哎呀，这个等一等呗，这不是9月份新 CEO 就要来了吗？9月份的这个发布会就是新 CEO 搞的呀，没准可以新人新气象呢。但是怎么说呢，这么大的公司也确实是有点积重难返，包袱比较重吧。今天去吃必胜客自助，味道还不错，比美国好吃啊。中国的各种西餐，其实味道都会比美国好一些，因为做的会更细致一点，我觉得。现在微软中国已经全面禁用 Cloud 了啊，只能用并不太好用的 GPT Luna。为什么要用 Luna？你为什么不用 Soul 呢？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穷到这样了吗？啥时候 OpenAI 编程能力能赶上 Cloud？你只用 Luna 肯定赶不上，Soul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既然大美女看会儿大美女了，好吧，你去看大美女去吧。太空算力中心要再几年才会与地面的成本拉平，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太空算力中心如果每公斤的发射成本能够降到几百美金啊，甚至是几十美金的话，它可能很快就拉平了。所以大家比的东西不一样。好，最后一条视频的评论啊，这个 Strip 收购 OpenRouter，有人说 Strip 收入 token，消耗成本，这个数据还能评估某个企业的这个业务价值啊，这个感觉更牛。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现在你到底消耗多少 token，是不是消耗的多了就更值钱？可以成为众多评估标准中的一项，但是你说，哎，我就拿这玩意儿去做评估了，可能也不太行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这是这个老熊的评论。还有人说 OpenRouter 要抢闭源模型的，它一定会失败啊，都不用考虑哦。中国模型本质也是如此，如果所以一定会输，没有人干得过闭源模型，不然马斯克也就不用起诉了。人类的复杂意识活动，这个其实和纯编程不一样，编程可以在不同模型之间重试，因为语言单纯。而并非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如此。例如，别说换模型了，呃，同一个模型做第二次都不行啊。这个，我没太看懂它整个的逻辑啊。有些人说的这个事情逻辑不是特别清晰，所以呢，以后呢，再给老范发评论的时候，不要写这么长，要逻辑清晰的写一句话给我，啊，这样才会更好的去跟老范进行沟通和交流。闭源模型跟开源模型本身跟强弱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呢，可以说比较庆幸的一点是，最强的模型是闭源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开源模型实在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如果 Kimi K3这样的模型，或者比如下边现在据说是 Kimi K3.1这样的模型，已经能够强到跟 Fable 5或者跟 Mesos 5这个强度似的了。那就太恐怖了啊！因为它是开源的，你可以去自己部署这个东西，那就相当于是一次病毒扩散了啊，或者病毒泄露了。闭源才是可以控制的。像原来李彦宏说闭源模型永远会领先，这个事儿本身是没有逻辑的。但是呢，闭源模型领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幸运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接受。还有啊，OpenRouter 一点也不 open，手续费还贼贵，希望早日倒闭啊！这个看来你被 OpenRouter 欺负了啊，这个我就不去评价了。Token 可以翻译成代币，其实就是一种钱。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研究代币这个事儿啊，稍微有点危险。最近好像人民日报还专门出来喊了一嗓子，说我们不要再叫 token 了，我们要叫词源啊。现在有谁真的叫词源吗？我觉得很少啊。这个，但是人民日报就觉得你们都不叫词源，我前面专门给他起了个名字啊，起了官方名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近看了龙餐馆啊，感觉真的挺好看的，比奥德赛好看。好吧，我下个礼拜多出去看看电影，多停更一段时间啊。说错了啊，我现在用的是 Soul，对啊，应该用 Soul 啊，还是没有 Opus 好用啊，更别说跟 Fable 比了。现在所有中国员工都加了一个 tag，禁用 Cloud， 好吧？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 Opus 5 Max 是最好用的啊，因为 Fable 我现在用的也很少。Soul 呢已经算不错了，就5.6 Soul 已经算非常不错了啊，要比什么 Kimi 啊，比这个国内的一些模型已经强很多很多了，算是第二的啊，这个绝对第二名。太空算力，我觉得目前不可行啊。我在谷歌数据中心工作的时候，每天，成百上千个零件需要更换，太空里头上人去换 CPU 嘛，这个其实不一定，就是，呃，它只是把这个部件的生命周期啊进行调整就完了。你比如说让它能够更稳定一些，那就贵一些呗，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像微软不也曾经把一个算力中心扔到海里，扔了多少年吗？啊，这个过程就是坏一块我就少用一块，坏一块我就少用一块呗，对吧？剩下的继续跑就完了啊，不会说我要不停的去换这个东西，肯定是扔进去就不动了。看了一眼大美女，没意思又回来了。哎呀，好吧，感谢啊，这个老范的节目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 token 这个名字，我们啊，在我的业务里头，很多重叠啊。我就是在工作中给命名空间说是设计语言的 token，现在是注册用的 token 还是 AI 的 token？好烦啊！是 token，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像中文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对吧？大胜什么大败什么，很多词在不同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讲法的。以后 token 带了，就像网贷一样了啊，这个应该不会，因为 token 跟 token 其实不一样。你是cloud 的 token 你是这个 Anthropic token 还是 OpenAI token 还是 DeepSeek token，它其实不能等价来去使用的。有好几个零件是那种拔一拔插进去就能修的啊，它就是接触不良呗。就是他们肯定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的结构啊，让它能够更稳定的去运行。对吧？因为发射成本很高啊，那么你如果这种稍微震动一下它就不行了，那这肯定是不能达到它的工程要求的嘛。太空算力美丽的不忍直视啊，下一代人看不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天看到的夜空了，不会的，它那个东西很稀疏的，天上很大的，放个100万颗卫星你根本就看不见啊！别想这个。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是。他们准备发这个低轨道通信卫星啊，不是通信卫星，他们准备发这个低轨道卫星，干嘛呢？提供阳光啊，它这个卫星上呢实际上是一面镜子，一个薄膜镜子，然后你可以向它定，大概是$50,000还是$50001小时，然后呢，它就保证在夜间啊反射阳光照住你的一个，比如说足球场啊，他们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走，他们是一个美国公司，然后现在已经向美国的 FCC 申请了。今年好像是申请了2颗还是申请了几颗，要去发射，然后明年的话准备大概是发到1000颗，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变夜空的。奥德赛还没去看啊，因为前面这个塔主跟我讲说奥德赛不好看，我现在也稍微有点犹豫，而且最近事情也稍微有点多。这东西应该开卖了吧？但是大陆应该可能也能通过渠道买到，但是我对这玩意儿没兴趣，太贵。老范看过美剧《万神殿》吗？结局就是在恒星周围建了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
我好像看了下载了，但是没看啊。它应该不是美剧吧？是动画片吧？万神殿。好，没有评论了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最近好像真的是等着 YouTube 重新学习我的频道啊，看看怎么能够把数据重新做起来。好啊，那么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好，再看看还有一条评论说的什么啊？就面积，天球的表面肯定比地球表面大啊，地面上的数据中心也没有遮挡到让地表看不清啊。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大小的一个认知。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再见。